从西埔旅行回来，手都晒成了2个色阶。没错，接下来这几支影片呢，就是要来连载我的西埔之旅。我们这次呢去了葡萄牙的里斯本、波多、西班牙的马德里、瓦伦西亚、帕马的马尤卡以及巴塞隆纳。那主要呢会着重在里斯本、波多以及瓦伦西亚的部分。那为什么会去到马德里跟帕马的马尤卡呢？之后呢会在影片跟大家详细的说明，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巧合。这趟旅行的时间呢是在5月底到6月初的时间，刚好是欧洲旅游旺季最开始的时候。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朋友只有这段时间有空，他又怕冷，所以只好赶在还没有接触到最旺季的时候呢安排这趟行程。要是我自己安排的话呢，我会完全避开掉5月底到9月底这段时间。主要原因就是人真的很多，饭店又贵，再加上又很热。你看没有，这是有擦防晒，这是防晒被洗掉之后的差异，就可以差这么多，这要多久才能白回来呢？这一系列呢，大概是我频道上唯一一系列是在旺季的时候拍摄的，那大家可以来比较看看，到底旺季来欧洲比较好呢，还是避开人只好在淡季的时候来呢？最明显的差异呢，大概就是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好，所以拍照拍起来会比较好看，就是饱和度会比较高一点点。除此之外呢，就价钱来讲真的是偏贵。那在这一系列影片的最后呢，我也会公开我们这趟旅行的花费，因为朋友刚好从台湾来，又是大概10几天的行程，这趟花费呢对大家而言应该会更有参考价值一点。那事不宜迟 ，Let's go！I don't think that I'm being that selfish right now. You said yourself you'd be breaking every vow. I can understand you're tired of this town, and I'm not saying that we have to settle down now. Just remember this: we could have been stardust, same world but without us. Something made us find each other out there, made us realize we're more than just stardust. Ignore this fact if you must, to do what your dreams are telling you to do. And I'll be out there looking for someone like you. Stardust, stardust. 我们现在呢要去著名的巴西人咖啡。So I guess I should have known. You said yourself you wanna do this alone. 我们现在呢在巴西人咖啡，然后这间咖啡呢是1905年的时候建立的，它是一个就是很像大家会来这边集会讨论文学、哲学之类的地方，就是很像之前影片有提到在提比亚斯特的那种他们的那些咖啡大街上的那种概念这样。这间咖啡呢得名于它是由一位巴西商人建立的，所以才叫做巴西人咖啡。来这边最著名的人士呢就是葡萄牙的诗人佩索亚。我其实不建议大家来这间咖啡厅吃饭，那大家可以在外面稍微拍个照就好了。那如果想要进到里面去呢，就建议只点咖啡或是一些小点心，像是蛋挞之类的，千万不要点咸食或是需要准备的食物。它上菜上超久，东西又很贵，服务品质又非常的烂，大家真的是要好好的避开这个雷。Could have been stardust, same world but without us. Something made us find. 我现在在的这一区呢，就是奇亚朵他们葡萄牙非常著名的一个区域。那刚刚去了巴西人咖啡也在这边，然后这个广场后面那个雕像呢，就是葡萄牙非常著名的诗人。Ignore this fact if you must, to do what your dreams are telling you to do. And I'll be out there looking for someone like you. You.
们现在在的地方呢，就是著名的拍电车的景点。那后面可以看到是电车的起始站。那它这一整条斜坡呢，都是这个电车的位置。上面呢，很多人在这边拍照。那其实走下来可以拍的部分也蛮多的。前面就是粉红街了。我们现在呢就在粉红街 Pink Street， 那这边呢就是里斯本著名的酒吧街跟一些比较夜生活的地方。著名的就是下面的粉红色的地板跟上面的彩虹的雨伞。那这边是越晚越热闹，所以大家想要拍没有人的照片的话呢，建议还是早一点来。我们现在呢要走路去看我们今晚的发抖呢。经过这个小小的广场，真的很漂亮。这里面有很多就是紫色的花花可以拍照，然后有趣的是，它在 Google Map 上面也是呈现紫色的花花。葡萄牙怎么能不听发抖呢？那发抖是一种葡萄牙的传统音乐类型，比较偏忧郁，有种怨曲的感觉。那通常呢是在描述海洋或穷人的生活，带有一种宿命的感觉。那它通常呢是有一位独唱者，一位古典吉他手，有时候还会有一个弹12弦的葡萄牙吉他的吉他手来演奏。那这件发抖呢，在 Google 评价上面还蛮高分的，有4.7颗星，大概1000多个人评价。set 是54欧，包含了小点、前菜、主菜、甜点，还有咖啡跟茶。酒水的话要另外点。像这个就是柳橙葡萄柚加这边产的莱姆酒。就我查起来讲，它的价位算是还蛮中等的，因为它整个晚上会有3场发抖。像我们是6点多开门就来了，基本上等到吃完了它才会有发抖表演。晚一点来的话，可能边吃就可以边欣赏发抖表演，是越晚越热闹的感觉。时间许可的话，或是体力许可的话，其实可以待到最后。像我们只听了2场就结束了。那第2场的那位歌手其实唱的比较好。那甜点的部分呢也非常的退，尤其是它的甜点有波特酒炖苹果，算是蛮特别的一个葡萄牙的甜点。